好，亲爱的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要讲解一个技术，叫做项目分析。这项目分析的步骤有一点复杂，所以并不是在每一本硕士论文里都可以看得到。但严格来讲，如果你的论文是需要做预示的，那理论上来说，你应该会进入项目分析的这个步骤。好，有关于项目分析，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判别我们的问卷题目是否有鉴别度。这个鉴别度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题目到底出得好不好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出一份考卷，它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考得很好，或者是考得很烂。它的目的应该是让比较用功的学生考出好成绩，让比较不用功的学生成绩比较低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说这个考卷具有鉴别度。好，那我们的问卷也是一样的意思，我们去测量某一个心理的概念，这个概念理论上来说也是有高有低的。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问卷在我们受试者的心中，它是不是具有鉴别度。此时我们该使用的技术叫做项目分析。好，那项目分析的步骤比较复杂一点，希望各位同学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我们一样看到我们的教学档案，我们要去做项目分析的时候，要把我们针对某一个概念去进行高低分组。那这个高低分组在我们统计学上的文献是把它分成第27个百分位数，还有第73个百分位数。我们找到这两个数字，再借由这两个数字当作群组的界限，找出高低分组，进行独立样本体检定，以其是否显著来作为是否有鉴别度的一个依据。所以我现在第一步要做的是找到27百分位数跟73百分位数。好，我们以企业声望的这个量表来当作例子，我们要如何找到企业声望它这个变数的第27百分位数还有第73百分位数呢？好，我们选取分析起手式，它是在叙述统计里面的次数分配表中。我们点选次数分配表以后，要点选里面的统计量。在这个统计量里面，你可以看到这第二个工作视窗里面有一个叫做百分位数的选项，请你把它打勾。然后我们自己用键盘去 key in 27百分位数，按新增，再做一个73百分位数，按新增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按下继续之后，回到第一个工作视窗，我们该选取的变数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企业声望，我们就把它点选到右边去，然后按下继续，确定，就可以跑出统计的报表。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统计报表的输出，你会发现企业声望的27百分位数是3.3750，然后第73百分位数是4.1250。我们将会用这两个数字当作界限，找出我们的高低分组来。好，这个高低分组我们要利用的是一个转换的功能。在这个转换里面，我们选取重新编码成不同的变数。选取之后，它会跳出一个工作视窗来。这个工作视窗
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个高低分组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要编码成不同变数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企业声望，所以我们把它选取到空白的栏位里。那要编码成不同的变数，你必须告诉电脑不同变数的新名称是什么。好，我这边就写一个企业声望的高低分组。我们把它写好企业声望的高低分组之后，就按变更。接着我们要告诉电脑这些变数的旧值与新值。在选取之后，会再出现一个工作视窗。这个工作视窗呢，我们要用的功能是：第一个，从最低值的范围到某一个值，这个值就是低分组。那低分组的范围是从我们的资料点最低值到哪里呢？到第27百分位数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把27百分位数的数字填到这里来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要把73百分位数的值填到下面的这个框框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分别填入这两个数字，这两个数字就是我们企业声望高低分组的一个界限。借由这个界限，我们来区分出两个组别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把3.3750放进来，然后呢，告诉电脑说，这是我们的新组别，新组别的代号我们给它1号，这个1号代表的是企业声望比较低分的组别，按新增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点选下面这个框框，要点选进来的数字是73百分位数的4.1250，它的意思就是比4.1250更高的数值全部都选进来，当做一个新的组别。这个新组别的代号我们给它2号，它代表的是企业声望比较高分的组别。好，接着我们来按新增，我们就可以按下确定，回到刚才的工作视窗。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按下确定，电脑就会帮你跑出这个结果来。好，此时我们看的不是报表，而是我们的资料档。你可以看到你的变数检视在最下面的地方，它已经帮你做出来了一个叫做企业声望的高低分组。这是我们刚才做出来的一个结果。那我们不是有说第一组代表的是低分吗？第二组代表是高分吗？所以我们在这个值 value 的地方也是要帮电脑做一个定义。1代表的是低分组，分数比较低的组别，我们按新增。那2号呢，就是属于高分的组别，所以我们写高分组，按新增就可以按下确定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确认一下这个结果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检视的部分，它会在最右手边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企业高低分组，它已经把它写下来了。所以有一些空白的栏位代表它是夹在高低分组中间，所以只有比较低的组别跟比较高的组别被我们给编号起来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是要用 T 检定来检查
高分组跟低分组在企业声望的每一个题目是不是有显著的差异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该选取的是起手式分析，T检定是在比较平均数法的这个视窗里。好，我们就选取独立样本T检定。独立样本T检定选取了以后呢，这个相信大家还有一点印象。此时我们是恰好分成2组当做分组变数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企业声望高低分组。然后要检查它的什么东西呢？检查的当然就是企业声望自己的8个题目，就把它选取起来。好，不要忘记哦，在分组变数这边还有问号，代表电脑还不晓得你要把谁当做第1组跟第2组。好，我们就把低分组别当做1，第1组，把高分组别当做2，当做第2组。按下继续，电脑就了解你要把谁当做第1组跟第2组。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按下确定，电脑就会帮你跑出报表来。好，我来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报表。这个报表呢，首先你可以看得到，每一个题目都有所谓的低分组跟高分组。好，那每一个组别呢，都可以找到它有不同的得分，所以大概来说都是高分组的数字大于低分组。可是我们说数学并不等于统计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经过检定，才知道这些数字的大小差距是不是有足够的显著性。所以接着我们要看下面的独立样本检定表。在这个独立样本检定表里面，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显著性的双尾。那我们发现这个显著性的双尾底下的显著性都是小于 0.05 的。只是说每一个数字你要看的时候，还是要注意它是依照前面的 F 检定显著性来判读后面你该看哪一排数字。不过刚好在这里，不管你看哪一个数字，它的确都是有达到显著性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企业声望8个题目，高分组跟低分组确实有所不同，也就是它具有鉴别度。这就是有关项目分析。各位同学可以依照这样的操作步骤，把你每一个量表都去进行项目分析。如果你的题目都能够达到显著性，代表具有鉴别度。如果你某个题目它没有显著性，代表那个题目是没有这个鉴别度，你就应该把没有鉴别度的题目给删除。在正式问卷的发放时，不要出现这个题目。好，以上是有关于项目分析的讲解，希望跟各位同学分享，对你们是有帮助的，谢谢。